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同比骤降 92.9%， 房地产行业面临空前生存危机。北京楼市更是雪上加霜，二手房价格已连续5个月下滑，同比最高跌幅达 5.3%， 新房热销依旧无力阻挡价格下行趋势。一线城市北京沦为泥足深陷，暗示整个房地产市场正走向暗夜，泡沫狂欢的悲剧可能就在眼前。房地产寒冬凛冽来袭，今年以来，房地产市场的确让人觉得凛冽入骨，特别是一条爆炸性数据，令人感到心往下一沉。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3月，全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高达 92.9%， 土地出让金收入几乎全军覆没，这是多年来房地产市场所从未经历过的冰封寒冬。这也从侧面说明，购房者的需求在迅速降温，开发商几乎已经丧失了继续圈地的动力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骇人的数据？说穿了，就是因为开发商的现金流已经告急。过去几年，他们依赖高杠杆运营，不断圈地拿地，疯狂加杠杆融资，制造虚高利润和泡沫，维持高房价。一旦市场行情转冷，泡沫就会物极必反，引发系统性风险。这正是现在发生的情况。最近万科的雷曼时刻更是敲响了警钟。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，万科资金链几乎断裂，引发了全民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恐慌情绪。如果连万科这样的航母都扛不住，那么其他驱逐舰和护卫舰级别的中小房企恐怕更加危机四伏，倒闭潮一旦开闸，整个行业都将陷入深渊。中国楼市泡沫高度触目惊心，要解开楼市泡沫之谜，我们必须首先追溯的疯狂膨胀的轨迹。数据显示，在2008年到2021年间，北京住宅均价从每平米 1.2 万元飙升至 6.78 万元，总体上涨幅度高达 465%。与此同时，北京人均 GDP 从2008年的 6.98 万元增长至2021年的 17.9 万元，涨幅仅为 156%。可见，房价涨幅是人均收入增速的3倍有余，两者严重脱节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很简单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根本无力在北京买房，他们被高房价彻底排斥在外。反过来思考，现在北京住房的主力军究竟是什么人？事实上，多年来能在北京买房的主要是3类人：有大量现金存款和投资性房产的富人，依赖高杠杆和高负债比率借钱买房的人，纯投机客，靠炒房捞钱。正是这3股力量的狂欢，造就了当前北京乃至全国房地产疯涨的泡沫景象。只可惜，泡沫越膨胀，背后风险也就越大。北京楼市岌岌可危，伴随着行业寒潮的肆虐，北京这座房价持续走高多年的一线城市更是雪上加霜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北京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下滑，尤其到了2月，同比跌幅已经达到了 5.3% 的高位，整体走势一路狂泻。很明显，即使在北京这个被视为避风港的楼市，寒流的威力也是如此骇人。更糟糕的是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还会继续下跌。数据显示，3月下旬的小阳春已基本结束，之前赶在开学前购房入学的需求也几近饱和。这意味着北京楼市将真正步入漫漫寒夜，一场市场冷起的悲剧或许就要拉开序幕。不仅是二手房，就连新房市场也难逃厄运的蚕食。以往备受青睐的河西等板块，近期频现新房项目大肆砸盘降价的景象。京西润府开盘直接砸盘，均 3.68 万元每平米，比指导价 4.5 万每平米打了近 20% 的骨折价。珠心庄环宇未来更是高达20万元的巨额优惠，最低价格仅 5.8 万元每平米。
这种情况在北京属于十分罕见，说明开发商的现金流吃紧，不得不拼命前置库存，哪怕是赔钱卖房。更可怕的是，就连备受炒作的豪宅产品，比如大红门的中环乐府、郭公庄的枫3号院等，开发商也放出风声，极有可能在开盘时推出史无前例的优惠力度，以求一售而空。很显然，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，北京楼市正在步步失守。这个长期被认为是最后的避风港，如今也陷入了泥潭，成为泡沫经济悲剧下场的重灾区。百万购房者遭遇重创。面对如此重大变局，受创面最大的无疑是广大购房者。数据显示，近年北京新房成交均价在5万元每平米以上，二手房价格也达到了3万元每平米的高位。对于买房人来说，大多需要承担近1000万元的房产负债。一旦房价下跌，他们的财富将遭受巨大损失。以一套140平米的北京二手房为例，按3万元每平米的均价计算，房款就高达420万元。即便是首付30%，购房者也得先掏出126万元的巨资。如今该套房子价格下跌20%，也就是每平米2.4万元，总价值只剩336万。那么购房者124万元的首付款便直接打了个对折，相当于上百万存款化为乌有。更不幸的是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一旦楼市泡沫真的爆雷，房价的下跌空间指数级膨胀，届时百万购房者将一贫如洗。他们要为高负债的房贷而穷困潦倒，甚至有可能在经济形势恶化时丢掉工作和收入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就是无门无计可施。面对如此惊人的颓势，政府层面也在拼命施救。近期北京一直在放风有关放松限购的政策消息，比如将放开144平米以上户型的限购，以及放开郊区的限购等。不过市场对此反应疲软。此前广州基本裸奔购房，结果并未刺激楼市反弹，反而导致一些核心区新房大幅降价。业内人士直言，限购放开了，房价反而跌出了下限。显然，仅靠这种简单粗暴的救市方式，已经再也无法扭转北京乃至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。根据有关统计，截至目前，北京二手房挂牌量已高达17.3万套，就快要触及据称将全面放开限购的19万套临界点了。但这种指望一放就涨的幻想，已经显得有些天真了。北京乃至全国的买房者，正是被高房价累垮，哪里还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支撑市场？此前业内一直有人猜测，政府会出台超出预期的救市政策，但从目前来看，任何政策无疑都是杯水车薪，既无法填平市场的供求鸿沟，也无法凭空为购房者长出购买力。所以现在看来，这轮暴跌行情已经失去了根本的扭转机会。一场彻底的暴雷，泥沙俱下的泰晤士河大决堤恐怕正在路上。大决堤一旦来临，泥沙俱下将是不可避免的下场。届时，所有靠房地产暴富致富的机会都将不复存在，整个行业也将彻底破产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大决堤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导致整个经济陷入长期的深渊。我们都知道，房地产业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力军，如今这股主力彻底奄奄一息，那么中国经济也将陷入困境和低谷。这种情况并非危言耸听，事实上，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在预警，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在逐步累积，而房地产泡沫的恶性破裂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个曾经房价涨不停的美好年代已经成为过去，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片凋零的景象，遍地皆是烂尾楼盘，资不抵债的开发商和穷困潦倒的买房人。一切虚荣都将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将是铁锈般的痛苦。这正是泡沫经济的必然下场，是不可承受之重的代价。